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11月7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英伟达股价在11月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42.96，收盘价是145.61。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46.49，最低价是在141.96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5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2.42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.5倍，抱有大的成交量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快线是上穿了慢线，那么开口增大，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即将开始上行走势。MACD 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，双线是趋于合拢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在增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1月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中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高开盘，开盘之后股价即震荡上行，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相对高的位置。那收盘价不仅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当然也站上了前高，也就是10月22日这根 K 线最高是144.42，这是之前英伟达股价的历史最高。那么我们也会看到，在11月6日英伟达股价继续出现历史新高。好，那么收盘价站上前高，那也就是我们称叫做这一波回档成功，叫回后再上涨。收盘价站上前高，成交量增，那这说明呢股价将会有继续上涨的一个走势。好，这是上攻的信号。那么如果股价在上行过程当中再次出现回档，那么我们认为在11月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137这个位置将是股价出现回档的强支撑。因为这两根绿 K 如果合并的话，它是一根实体长绿 K 线。那么这根 K 线呢，如果合并成一根 K 线，它不仅突破了我们之前定义的这个138这个重要标志，也就是站上这个位置，股价将会选择上行。完成了这样突破，并且呢，一根实体长绿 K 线，如果股价在回档的时候呢，这根 K 线的最低将会成为日后股价的强支撑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回档下行，收盘价会在136附近。那么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继续上行，收盘价会在141。那么在11月6日实际收盘价是在145.61，股价是出现了上涨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上涨，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，同时收盘价的性质也是不同。实际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高。对，好，那么股价目前是完成了回后再上涨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那目前股价已经站上了我们之前设定的第一个目标144.42。好，我们再来看。那接下来股价上行的目标呢？其实就是再次出现股价历史的新高。那么我们把它放在150这个整数关口。
好，那其实对于英伟达股价来说，目前的目标就是再次出现历史的新高。那么上方呢，我们取一个整数关口150作为一个标志。好，那么在到达150之前的一个压力呢，就是146.49，就是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，股价下行的目标不变，仍然是132。在到达它之前，我们刚刚说了137，也就是这根绿 K 的最低，将会成为是强支撑。只有跌破这个位置，股价才有可能会到达132。对，好，那132如果被跌破呢，将会瓦解目前的这样一个多头趋势。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129，129被跌破，那么第三个目标就是115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日后股价上行和下行。我们再来看11月7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那么在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面这根 K 线的最实体的上沿，我们取的是140这个位置。那么到了在11月6日，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，因此是收在了高位。那到了11月7日，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在145.5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这根也就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。对，我们也取一个整数145.5。对，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如果在盘中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出现历史新高，继续上行。但是如果股价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的走势，那在这个地方会成为一个小的头部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给出的观察位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在11月6日收盘价在145.61，收盘价超过前高，成交量增，然后在这个位置我们是可以5%进场抢反弹。对，因为之前我们是有一个35%的仓位是在10月31日这个地方呢是止损出场了，因为跌破了20日均线值，虽然是止损出场，但是并没有跌破我们的成本价。但是呢，如果比如说当时没有止损出场，一直是要等待做多的呢，我们当时也说了可以守这个129，对，或者等待回后再上涨继续加仓。如果是之前的这35%仓位是仍然持有的，那么在这个地方也可以5%加仓。对，好，那么这个仓位我们就不再跟踪了，因为之前我们就是一直到描述到止损出场，也就是收盘价跌破了这个20日均线值，我们就不再描述了。好，那么现在是一个新的一个仓位，也就是在这个位置是初次建仓5%抢反弹。那么成本价当然就是145.61这个位置。那么这个位置我们给出的止损位，我们是守137，就是这根绿 K 的最低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现在要守的位置就是从146.49之上，都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那么他们的目标现在就是132，还有在到达的之前有一个重要的支撑137，这是空头的2个目标位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
11月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第一个压力位就是前高146.50，第二个压力位是150。其实我们说在146.49上方啊，每一个点位都是压力位。我们给出一个整数关口150，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142，然后第二个支撑呢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、1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都在这个区域，就是从139到141，在这个区域，对。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位置应该说是有相当强的一个支撑。那第三个支撑呢就是137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1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继续上行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，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44.5，在这个位置，上方最高会到达148.5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48附近，对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44.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继续的上行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，如果出现回档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45.5，在这个位置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42.5，对，收盘价会收在144附近。如果最低价到达了140，在这个位置，那么收盘价会收在141附近。那出现这样回档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45.5的。那同时呢，还必须是低开盘，满足了这两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11月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